夫人，怎么样？我在外面守了半夜，昆明果然去了右夫人的住处。昆明在里面说什么了？离得太远，听不清楚。那他最后出来没有？没有，像是留在了右夫人那儿。那孩子就是留下了。刘解忧，给我等着！将军，将军，咱们部队行进的速度太快了，这样会离纳林羽侯的资助部队越来越远的。我们带了数日的粮食和水，怕什么？将军，怕的是万一纳林羽侯的部队迟迟跟不上来，那咱们的粮草就会成问题啊！不如先撤回行营吧。将军，我的部下冯辽已经装扮成商人，前往大渊打探消息，等他回来再做打算也不迟。化妆成商人，兵贵神速，大军行动岂能等他的消息？放心，本将军自有准备。将军，将军，前方就是玉城，玉城是大渊的帮凶，汉时就是在那儿遇害的。将军，你是想攻打玉城？不错，玉城这个小地方富庶得很呐，里面的粮草供应足够大军迁徙，这样就可以一举踏平大渊。走，这。将军，我的部下刚刚告诉我，说大渊现在已经封锁城池，一边在挖掘壕沟，一边在将城墙加高于数米。看这样子，是要准备久战。将军，倘若如此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。我军人数众多，粮草消耗太大，久战必须确保补给。要不等纳林羽侯跟上，大渊以为把城墙加高丈余，就能挡住我几万大军？哼，这玉城都已经望风而逃了，大渊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兵临城下，自然就会投降。非但不能停，还要趁着这股士气，加快行军速度，尽快抵达大渊。将军，还是没能攻下城门，这帮大渊人太下功夫了，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啊！将军，再这样下去，粮食难以为继。若再得不到补给的话，恐怕军心会动摇啊！这个纳林羽侯，押送补给押送到哪里去了？传令，暂停攻城。再去取纳林羽侯的粮草。诺，快去！这天天喝粥，还怎么打仗？就是啊，都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。哎，这是要饿死人的。做好的烤牛肉，哼！李多，将军，外面是什么人在吵闹？都是些没有发到粮食的士兵，难免会有些抱怨。谁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一律抓起来斩！不可，将军！士兵们已经怨声载道，再加上制裁的话，弄出个兵变不得了啊！现在只能盼望粮食快些运到，否则的话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退下。诺。
妹妹啊，那林雨侯又送信来了，他说已经推了好几天了，一粒粮食都没有往前线送去。再这样耽搁下去，我怕他的罪名就担不起了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这有什么担不起的？出了天大的事儿，吃败仗掉脑袋的，那都是汉军。那林雨侯最多也就被降官职，总比掉脑袋强吧？你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你呀，就给那林雨侯写封信，告诉他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拖住，不能给粮食。否则，要是让大单于知道，在紧要关头是那林雨侯救了汉军，那我可就帮不了你。是，我都听妹妹的。报，加急的信。下去吧。喂喂。解忧，外面风大，你怎么不喝完药就出来了？外面空气多好啊，出来透口气。易硕说了，你得多休息，不然这风寒哪天才能好啊？风寒不碍事的，要不是怀孕的话，我连药都不想喝呢。那你等我，我去把药和披风拿出来。谁呀？西女。是我啊，怕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吗？我很好，就是受了一点风寒。药，你放心，我每天都在喝，不碍事的。公主，冯辽，你怎么了？前线告急，大渊城久攻不下，那林雨侯粮草迟迟不到，我们……阿才，冯辽，阿才，快喝了。李将军求功心切，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。粮草的事情我可以解决，我堂堂大汉和亲公主，岂能让我大汉的将士饿了肚子？可是这打仗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懂。都怪这个李广利，要是让翁归殿下去当这个大将军，肯定早就打赢了。阿才说得对，翁归在西域带兵多年，他比较了解情况。你去把翁归请过来。喂。左夫人，听说大渊前线吃紧，
冯辽赶忙去找解忧班救兵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我就知道汉军都是草包，还没等匈奴出手，就溃不成军了。只要汉军败了，那解忧在乌孙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你盯紧温归，现在他们的救星只有温归。夫人说的没错，咱们不能让温归去前线帮助汉军。哼，温归，想得美。公主，那粮草的事，你马上去赤谷城所有的粮铺，见粮就收。买粮？对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去求昏迷，就算汉军打赢了胜仗，也颜面尽失。可是，一下子买这么多粮，哪来的钱啊？我出嫁乌孙的时候，汉帝赏了我很多金银珠宝。公主，使不得，那是你的嫁妆，变卖是有罪的。现在国家需要，把这些钱拿出来救国，比穿戴在身上强过100倍。此时事关紧急，一刻都不能耽误，拜托你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温归叩见昆弥，起来吧。谢昆弥，有急事要与你商议。可是大渊的战事，左大将就不要操心大渊的战事了，那是汉军的事。眼下还是多想想咱们乌孙自己的事儿吧。谁说大渊的战事就不是我们乌孙自己的事了？那不是还有那林雨侯带着那么多将士在那边吗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郯山西侯，赶紧把楼兰的事情告诉他。是。左大将，楼兰王安归今天派人送来口信，说楼兰东南部有暴军造反，他恳请昆弥即刻出兵平定叛乱。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巧了？大渊前线吃紧，这楼兰就暴民叛乱了。这的确是楼兰王刚刚派人送来的信，这件事儿非由你去办不可。你赶紧点些精兵，即刻出发，帮楼兰平乱。王兄，可不是我抗旨不遵，我只是觉得此事实在蹊跷啊。这楼兰一向是匈奴的属地，出了事情他们不去向匈奴求救，却问我们乌孙要兵，这是为何呀？这正显示楼兰王的诚意啊！楼兰是匈奴的属地不假，眼下来求乌孙，这正彰显我们乌孙的实力日渐强大。就为了一个强大的虚名，放着我们乌孙的将士不管，去管那楼兰小事。温归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大渊那边我已经派了纳林雨侯前去助阵，这场仗是胜是负与我们乌孙无关，是大汉自己的责任。但是楼兰那边就不同，楼兰王第一次向我开口求救，如若我们置之不理，那在西域将会留下见死不救的骂名。昆弥说的在理，在西域，大家像兄弟一样互相扶持，如果留下不好的名声，那我们乌孙的脸面该往哪儿放啊？可是王兄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常山的话就是我的话，难道你要姑亲自带兵去平乱不成？温归不敢。那好，赶紧出发吧。是，王兄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既然事关乌孙颜面，温归不敢有半点马虎，还请王兄再宽限几天，让我认真打点，以免再出什么疏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们下去吧。喂。什么？派你去楼兰？是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匈奴怕你去帮大渊的汉军，故意这样安排的。我也这么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会先去大渊。不行，你这是违抗王命，是欺骗昆明，是天大的罪过。如果我不去，汉军就危在旦夕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
虽然大渊的军情让我担忧，但不至于你这么冒险。就算你打了胜仗，昆明能原谅你吗？他一定会责罚你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我去找昆明吧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解忧给昆明请安。你不在宫中安胎休息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昆明，解忧有一事相求。是为了汉军之事，来告那林雨侯的状吧？现在汉军军情危急，我需要昆明的支持。你开口求我，我自然不会回绝。但是现在，雇一半的军队派给那林雨侯去大渊，另一半派去了楼兰平乱，我已经无兵可派了。我知道昆明的难处，所以我这次不是跟你要兵。那你要什么？要将。将？对。现在大渊军情危急，靠士兵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而且这里离大渊还有一段距离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解忧以为，最好的办法，莫过于派出一名熟悉大渊的战将，火速赶往前线，才是对汉军最大的支持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谢昆明。我派右大将前去如何？右大将？他可是我乌孙第一猛将。右大将自然是战功赫赫，可是还是应该派一位可以威慑四方的战将。威慑四方的战将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要说这威慑四方，莫过于昆明。你让孤亲征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知道乌孙万千大事系于昆明一身，怎敢让你为了大汉而亲征？只是我觉得，温归作为你弟弟，可以借助你的威望，在大渊有一些作为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温归而来，想让他去是吗？昆明，我是大汉和亲公主，现在大汉的汉军在前线情况危急，我自然是万箭穿心，夜不能寐，所以恳请你，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，就让温归去吧。可是我已经派温归去楼兰平乱了，右大将最合适，因为他熟悉大渊的地形和情况，他比温归合适。谢昆明，解忧知道了。那好，你赶紧回去安胎，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。解忧告退。昆明，恕我斗胆直言。说。据我所知，右大将未曾去过大渊，倒是温归殿下曾经戍边那一带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就是要看看温归到底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他的。哎，夫人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冯辽把赤谷城内所有粮店米铺的粮食全都买走了，听说让店家连夜准备，明天一早运送出城。这不明摆着送去大渊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急着来，就是让夫人拿个主意。明日一早，你去城门口守着，不许让他出城。是。其他角落也派人盯着。总之，能耽搁一天是一天。是。粮草晚到一天，他们的胜算就会少一分。小侯明白，夫人早点休息。停下！停下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军爷，我们是商队的，奉右夫人之命，去给前线的战士送些粮草。这是令牌。不行，不让过。为什么不让过？上面有命令，说运送大批粮草的，一律不让过。什么？谁下的命令比右夫人的还大？命令是我下的。是你？哎，你不是卖瓶瓶罐罐的吗？现在改行卖粮草了。你别管我干什么的，我有令牌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过？令牌？
李的，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啊！右夫人亲手给我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你把右夫人找来，就算右夫人来了，没有昆弥之令，我一样不会放你出城。现在大渊那边正在交战，右夫人突然一下运走这么多粮草，万一乌孙有事呢，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就不怕我叫人抓你啊？啊，小姑娘，这大早上的堵住城门干什么呢？哎，于大将军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来，快，他还想拔刀呢。胆子太大了吧？不让他出城，他还想拔刀。拔刀？就他。冯姑娘，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奉右夫人之命去慰问前线的战士，他们不让我过。不让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令牌是假的。这是真的呀！啊，尤大将，咱先不管这令牌是真是假，眼下有战事，他突然间运走这么多粮草，那万一乌孙有事怎么办啊？所以没有昆弥之令，不能放他们出城。这跟昆弥有什么关系啊？右夫人体恤将士，买些粮食慰问他们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要不说右大将心粗呢，万一这战事连累到乌孙，这粮草不就用上了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都是白痴啊？真要打起仗来啊，这点粮食哪够啊？再者说，咱们乌孙除了军粮，还有遍地的牛羊和成群的骏马，别说是大渊了，就是匈奴来了，咱们也不怕。开门放人。这没有昆弥之令，不能放人。你是不是忘了，在这赤谷城里，除了文归跟昆弥，所有带刀的人都归我右大将管，我的话就是军令。连我的话都不听，信就犯，就地正法。将军息怒，我这就去开门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右大将，你糊涂啊！没有昆弥之令，你就敢？常山西侯大人息怒，昆弥要怪罪下来，我担任。谢谢你帮我解围。这么说就见外了啊！其实我今天来啊，是特意为你送行的。送行？你这要运粮去大渊，这一路凶多吉少，我心中挂念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只不过我恳求你帮公主一把。我不能为了右夫人就违抗昆弥的军令，但是作为一个草原的汉子，我愿意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付出一切。昆弥，我也该出发了。大约那边就交给你了。昆弥放心。啊，对了，那林雨侯，你不要靠着他。如果他真有什么事儿做得不妥，回来告诉我，再行定夺。喂。
右大将，殿下，怎么样？一切顺利吧？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嗯。这回我放心多了，毕竟右大将比温归差很多，他又不了解大渊的地形，大汉这次完了。夫人说的没错，这个右大将表面上看着憨憨傻傻的，倒像是个福将。福将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人啊，没立过什么功，也没吃过什么败仗，不偏向匈奴，也不投靠大汉，反而这右大将的位置坐得稳稳的。这人看着表面傻傻的，其实内心精明着呢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帮汉军打胜仗？他要真撞了大运，这还说不定呢。哼，在我胡姑这儿就没有说不定的事儿。是，我让他败，他就不可能胜。明天派人追上右大将，警告他放聪明点，少掺和匈奴和大汉的事儿。我现在就派人，马上去大渊。等等，既然派人去追，就把冯辽和粮草一起解决。小侯明白，夫人放心。小心火箭！所有人灭火！快救火！灭火！快！乌龟将军，这火太大，不灭啊！灭不了也得灭。将军，相信我，跟我来。走。左夫人，左夫人。小侯拜见左夫人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喂。怎么样？粮草都烧光了，但温归出现在了去大渊的路上。什么？小侯猜测他是脱离队伍，违抗王命。那我这就去禀告昆明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夫人不急，现在即使告诉了昆明，昆明也惩罚不了温归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不如借这个机会，去惩罚一下咱们够得到的人。锦歌，夫人英明。那我这就去给他送安胎药。撤！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刚才为什么不让我灭火？我还嫌他烧得太慢了呢。什么意思？不赶紧烧光，那些混蛋怎么能赶快离开呢？快到了！这。鱼。
是。原来真正的粮草都在这儿呢。将军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那车真的装满粮草，怎么可能烧那么快呢？好个调包计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走官道？冯姑娘厉害，在下佩服。不敢，请将军快速赶往大渊。我们车重人多，速度肯定会慢一点。不过将军请放心，我们从小路过去，很快就会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渊见。大渊城见。撤！兄弟们，装车！夫人，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最近一直在为大渊的战事担忧，所以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你就不用多虑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昆明一定会把一切安排妥当，战事一定会有所扭转的。能这么想就好。你现在要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啊？知道了。昆明，公主，这是太后送来的补药。哎，我来吧。让阿彩来吧。没关系，还是我来吧。小心烫啊！启禀昆明，常山西侯求见。什么事情啊？都追到这儿来了。他说军情大事，刻不容缓。去吧。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喂。我去就来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哎，昆明，有什么事情追到这儿来了？昆明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温圭将军。温圭怎么了？温圭将军在大渊的官道上遭遇劫匪抢粮，他为了保护冯辽的商队，让劫匪给杀了。什么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猢狲商队告诉我的。我一听到消息，马上就来禀告昆明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怎么了？昆明，叫太医，快！去，把这事儿给我调查清楚。喂。将军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我们的粮草坚持不了几日了。准备集结全部兵马，做最后的总攻。将军，现在我们粮草紧缺，士气低落，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总攻的话，没有胜算的。冯辽已经赶回赤谷城求助公主，我想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。怀某恳请将军再耐心多等2日。怀将军，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天了，公主何时才能想出办法来啊？怀大人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将军，乌孙左大将军到。李将军，左大将军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套。我是奉公主之命前来助你攻破大渊的。公主殿下。是。公主殿下还变卖了自己的嫁妆，筹集了很多粮草，就在路上，相信很快就能到。承蒙公主圣闻。怎么样？回昆明，公主之前连日操劳，身体承受不住，就病了。孩子呢？胎相都很正常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有些虚弱。还不赶紧想办法！臣这就去给公主开安胎药，只是想请昆明嘱咐公主，不要再动气用情，这样太伤身体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喂。昆明，昆明，怎么了？在去往大院的官道上，确实有几十辆大车被烧毁。哦，温归呢？没有找到温归殿下的尸首，不过确实有2、3具尸体已经被烧焦，辨认不清是谁。温归这小子，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。如果这次他真的有事儿，那也是咎由自取。 死有余辜。昆明，楼兰那边传来消息说，右大将已经带着队伍到了楼兰。什么？这俩小子竟然私底下串通好了来蒙骗我，等他回来，一并处罚。下去吧。阿才，等右夫人醒来，告诉右夫人，让她安心养病，保护好腹中的胎儿。不该她管的事情，不要管。喂。这不是真的，解药。昆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是不是因为温归殿下的事而伤心啊？我不是因为他的事儿，那是因为温归去了大元国。温将军，他是因为他而去的。因为解忧。没想到这大渊城的城墙如此坚固，攻了几次都是无功而返。他们倒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大渊城中应该是没有水井的。没有水井？这没有水井，他们靠什么取水？此处常年干旱，他们是靠水渠把水引入城中的。这不可能啊！攻城之前，我们已经把整个城市都查探遍了，并没发现水渠。当然不会让你们那么简单查到，他们一定是悄悄做过掩饰，把这渠变成了暗渠。难怪没有发现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条水渠应该是从城北引入，另外一条应该是从西北角引入城中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查。只要堵住了他们的水渠，我看他们还能坚持得了几日。将军，冯辽姑娘带着粮草到了。冯辽到了，太好了！传我的令，今天晚上大宴3军。喂，各位，这大渊城现在是指日可破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吃了这碗酒。来，干！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多谢。别那么矫情，喝。好，我敬你。这次你让我刮目相看的。是吗？那以前怎么看我？无利不起早的商人。那现在呢？
你有大义在胸了。那你可看错了。我看错了。那你几次往返大渊与赤谷之间，不顾生死，不辞辛劳，这是为什么？可能是为了人吧。人？可能是为了喜欢的人。别问我，问问你吧。你这么不辞劳苦、不顾生死的，为了谁啊？我当然是为了当今的皇帝陛下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我说的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藏在你心里的那个人。我是军人，更是大汉的臣子，在我心里没有这个人。怀天上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本事，就是能把自己伪装得像刀剑一样冰冷无情。我代表汉军的全军将士，感谢你。别谢我，你们要谢，就应该谢谢你们的解忧公主。是啊，这次要是没有解忧公主，我李广利可就要在这小小的大元城身败名裂了。多亏了公主啊！诸位将士，这一仗要是打不赢，我们就对不起解忧公主。解忧公主，解忧公主，解忧公主。解忧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这些药那些药，我最近喝了太多药了吧？肚子胀得慌，心里也像有块石头堵着，我什么都喝不下。温贵将军的事情本来就不该你操心。昆明都说了，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，你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吗？你心里惦记着你不该惦记的事情，不但是自找烦恼，也会给别人带来不悦。你连这点都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当你的和亲公主啊？再说，穆哈兹也没有亲眼见到尸体啊。温贵将军未必遇难，他武功那么高强，怎么会被几个匈奴强盗打败呢？那几个被烧死的人，一定是被他打败的匈奴人。解忧，温归倒是化解了汉军的危机，但如此一来，昆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善罢甘休了。温归和我根本就是欺君罔上啊，唯有见招拆招了。昆明，右夫人不见了。什么？解忧不见了？她只给你留了封信，拿来。闹！她怀着孕，怎么能去前线呢？去前线？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给我亲自去！你要亲自去？他这是江伪军，没想到还是要走这一步。愣着干什么？备马去！备马！禀将军，去大元国的使者带信儿回来了。怎么样？误寡受降吗？宁死不降。看来他们还对匈奴的援兵抱有幻想。误寡这个糊涂蛋，匈奴人怎么会救他？看来还得我亲自去劝他。哎，温归将军，他既然不降，那就是他自己找死了。大元国正在集结兵力，似乎是要跟我们决一死战。那更好，我正愁找不到人打呢。李将军说我冒昧，这哀兵必胜的道理我是知道的。可是，即便咱们有必胜的把握，如果我军在此战中损兵折将，到时候匈奴人再来进犯，咱们可就朝不保夕了。将军，温归说的有道理。
我也知道，让他们不战而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这个兀果，他偏偏就是个死心眼儿，软硬不吃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受降。鲍将军，解忧公主驾到。什么？乌孙右夫人解忧公主。拜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殿下，你还活着？说什么傻话！我当然活着。可是宫里都传言你被匈奴的强贼杀害了，我们都急死了。我这乌孙的苍狼，有那么容易死吗？这一听就是匈奴人传出来的谣言，你也信？公主，你有孕在身，不能来这种危险的地方。我马上护送你回赤谷城吧。我想了又想，只有我亲自到前线来，才能保证汉军大获全胜。可是公主，你来了也不能替我们打仗啊。王兄他知道你来吗？他已经知道了。报，将军，有一队乌孙骑兵正快速向我方靠近。是昆明。果然来了。赶快前去迎接。小侯爷，汉军已经抵达了大渊城外，而左大将军等人也都到达了汉军大营。咱们何时出发？温圭跟李广利他们现在正准备向昆弥告咱们的状，咱们现在过去了，不好。可是咱们按兵不动，都是昆弥的意思啊。这种话能拿到明面上说吗？难道还能把罪过推给昆弥不成？哼，这个黑锅我是背定了。快去给姐姐云谷特送信，让她去向昆弥求情。事情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喂，报小侯爷，昆明率队去往汉军大营。昆弥去了汉军大营。是。快，把营出发，即刻赶往汉军大营。喂。你们两个本事不小啊，一个是擅自离宫，一个是违抗军令。你们还把我这个昆弥放在眼里吗？解忧之罪，可是非但如此，我不能解救汉军。你好大的本事啊！你凭什么解救汉军？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乌孙的右夫人。你现在怀有我乌孙的血脉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安胎。解忧无能，但我知道，昆弥重情重义，绝对不会对我弃之不顾。只要我孤身来到前线，你就一定会跟过来。只要你来了前线，就可以震慑大渊，让汉军立于不败之地。你别以为姑在乎你，你就能有恃无恐。解忧不敢。文圭，我看你小子并无受伤啊。承蒙王兄关心，我虽路遇强盗袭击，还好没有什么大碍。无大碍。我违抗了王兄的命令，还请王兄治罪。你也知道自己有罪啊？嗯。我看这全天下敢违抗我军令的，也只有你们两个人。这样吧，姑让你们自己说，该如何处置你。请昆明一定要严惩解忧，解忧绝无半句怨言。那如何严惩呢？你明知道你怀有身孕，姑不会拿你怎么样，你还要这么说？文圭，你是姑的手足，
但是姑这次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你自己清楚。红龟甘愿承受一切责罚，可是王兄，我也是为乌孙着想。一旦汉军在西域失利，这丢脸的可不只是汉军，我乌孙也颜面扫地啊。那好，那你说，汉军是我们的盟友，那匈奴呢？匈奴就不是我们的盟友了吗？你如何向他们交代？你既然那么喜欢替姑做决定，不如姑这昆明让给你们两个做得了。解忧不敢。红龟不敢。你们还知道不敢？姑可以告诉你们，那灵羽侯是奉了姑的旨意才按兵不动的，这也都是做给匈奴看的。但是暗地里，姑早就派了援军，阻止匈奴援军，断了大渊的后路。这些你们都知道吗？就算你们不来，姑不来，汉军也赢定了这场战争。你们都太天真了。昆弥圣明。翁归愚钝，恳请昆弥责罚。禀昆弥，怀天杀九剑。恭贺昆弥，大宛王，听说昆弥御驾亲征，一下子吓破了胆，现在已经献城投降了。殿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昆弥，有句话我想跟你说。我不顾自己的身体，私自跑到前线来。昆弥更是不顾安危星夜赶来，让我觉得你对我很关心。别说了，让我看到。不想听这些。解忧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没事。公主，出事了，公主。出什么事了？李陵投降匈奴了。什么？李陵率4000汉军出关迎击匈奴，可不料匈奴8万精兵来势汹汹，李陵奋勇杀敌，可援兵迟迟不到，弹尽粮绝之时，无奈投敌。李将军叛国投敌，不可能啊！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李陵投降匈奴已成事实。怀大哥，我问你，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，让3军将士陪葬，和忍受巨大的屈辱去保护他们，哪一个算英雄？公主，我跟你一样，相信李陵。可是皇上最憎恨叛国投敌，我相信这一回，皇上一定饶不了他。可事出有因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我这就修书给皇上。那好，我这就准备纸墨，我与公主联名上书。好。阿才，解忧，解忧，解忧，你怎么了？解忧，你醒醒啊！公主，解忧，阿才，公主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解忧。恭贺昆弥。虎姑，
最近我不在赤谷城，城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？回昆明，赤谷城一切都好。朝中大臣听说昆明一到，大军就攻破大渊城，都说昆明智勇双全呢。是吗？对于昆明的威武，虎姑就不用多说了。可是温规抗旨，解忧擅自离宫，那可都是重罪啊！还请昆明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否则以后大家都这样，昆明的亡命岂不成了笑话？左夫人说的对，温规那小子，我是应该给他点教训。谁？昆明，昆明，怎么了？阿才拜见昆明。我们家公主突然腹痛难忍，请来太医。太医说，太医说什么？太医说公主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拜见昆明，解忧怎么样？啊，昆明，你不能进去啊！昆明，右夫人她身体劳累，加上近日的奔波，现已虚弱不堪，眼看什么？眼看是要小产啊！请昆明试想，若真的到了最坏的地步，夫人与孩子该如何取舍？不行，你一定要让他们母子平安，听见没有？要不然我要你的命！昆明，右夫人她身体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眼下如果要母子平安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废物！连人都保不住，我要你何用？啊！请昆明赶快决策，若真的耽搁了时机，就算臣死，也无法挽回了。昆明，请三思啊！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保住解忧，听见没有？喂。昆明，公主性命保住了，可是王子呢？我们已经尽力而为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你也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喂。
该选我。孩子没了，我也没有活下去的心思了。你别那么说，你要是死了，我的心也会死。你要好好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到时候，我们还有很多好日子要过。昆明，我好累，好疼啊！没事儿，我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趁我还能跟你面对面的说话，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我会原谅你。我会放过翁贵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我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我对不起你。你们几个全部都给右夫人看过病吧？看过。那有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告诉我，右夫人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？这个啊，说话呀！实不相瞒，左大将，我等医术浅薄，实在是瞧不出什么端倪啊。是啊，我们商量了半天，就是不知道右夫人的身体。一群废物，就应该把你们全扔草原上喂狼！将军息怒，滚！走，是，将军息怒。将军，别生气。我看这几个太医也尽力了。尽力了？什么意思？我冤枉他们了？这是咱们赤谷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了，这更何况还有大汉来的义硕，想必不是医生的问题。不是医生的问题，那会是什么问题？吃了这么多药，为什么还没好？昆明，我刚刚换了一个方子，正在重新给夫人抓药。右夫人的病症前所未遇，所以只能试着来。前后换了多少个方子了，没一个奏效的。你们平日里不是老是吹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，关键时刻不是一样束手无策？昆明，请息怒。我们乌孙的草药，跟大汉的中药，我们已经轮流试过了，可是不见起色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夫人天生体质虚弱，所以……你胡说！我们公主以前身体可好了，骑马射箭都不在话下，怎么可能体质差呢？都下去，下去！喂。解忧，你怎么样？昆明，是我不好，
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你不要管我，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不能这么说，要说有责任，姑也有责任，是姑没有把你照顾好。解忧，你平时的饮食起居都是由阿才一个人照顾吗？嗯。这个人靠得住吗？她随我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。大人怎么今天来了？心情不好？就想找个清静地方喝酒，别让任何人来烦我。客官心有烦乱，我送你一挂炉。算命的也不挑地儿，来人，把他撵出去。我是最会替人消灾解忧的。走，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等一下，把这人带我房间来。仙骨，难怪我刚才听你声音耳熟呢。你不是什么？大人是不是觉得我已经被别人给杀死了？对呀，当日你要出城，我派了人跟踪，就是为了暗中保护你，防止匈奴人对你下毒手。谁知道后来你人不见了，我当然以为你去见阎罗王了。多谢将军的厚爱。如果当初我不甩掉你的人，就无法甩掉匈奴的杀手。更何况，我怕将军把我逼到昆弥那里，去指证幕后真凶，把我推向风口浪尖，那不就真的必死无疑了？糊涂！我把真正的凶手扳倒了，你才真正得救了。这点道理不懂啊？我的大将军啊，您太天真了。您是乌孙的左大将，昆弥的弟弟，而那个人是匈奴的贵族，大单于的红人。你们两个中间夹着我，你还指望着我扳倒凶手，指望着我作证扳倒他？只要匈奴还在，就扳不倒他，扳不倒他，我就活不了了呀！那你倒是告诉我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？我不能说。你又不能告诉我凶手是谁，也不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来干嘛的？你就不怕我把你绑回去，逼着你指认？我是来报恩的。别跟我来这套，我对你没什么恩可言。我报的是右夫人的恩。解忧，右夫人对我有恩，她现在有难，我不能不报。你知道解忧公主现在有难？仙骨虽老，但也耳不聋眼不花，要不我如何跟他们周旋到现在呢？你能够治得了右夫人的病？能。好，现在就跟我去见解忧。将军别急。又怎么了？我虽然是来报答右夫人的，可是他们对我的追杀，始终就没有放弃过。现如今，我冒着生命危险重回赤谷城，我怎么也得对我的后半生考虑一下呀。绕了这么大个弯子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自己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救得了解忧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公主，你真感觉好些了吗？冯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在戏班的时候，解忧就是练功最勤快的，她底子好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也许就是以前她要强了吧，现在病了，倒没什么。只是我怎么能害死我的孩子？这不怪你，解忧。
谁？外面没有人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来，明日李将军就要归朝了，今天就算是姑为你和各位将军饯行。谢坤明，来，干！谢坤明，谢坤明，谢坤明，谢坤明。啊，坤明，怎么不见解忧公主啊？啊，她身体抱恙，还让我给将军带话，不能亲自来为你送行，实在是抱歉。哈，坤明，此次多亏了公主和坤明，我们全军将士才能兵不血刃，大获全胜。如果见不到公主，就算我能同意，这全军将士也不能同意啊。是啊，坤明，我们手下的士兵都要求再见一面公主。坤明，见不到公主，我们是不会回去的。这，莫哈兹，去请右夫人。喂。来，李将军。啊，敬坤明。啊，坤明，敢问公主何时前来啊？如果身体不适，我们要不要去探望？哎，不用。我看这个时候她还没来的话，估计是已经休息了。这，来，李将军，再来一杯。啊，右夫人到。拜见公主。李将军请起。大败大渊城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夫人，你的身体能够见到故乡的亲人，什么病都好了。好啊，公主身体无大碍就好。此次能够大获全胜，全是公主与昆弥的功劳。请公主与昆弥随我前往大营，检阅大军。解忧，你快回宫！
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告诉2个时辰。检查一下，看他的身上和随身的物品中有没有药罐之类的。什么都没有。还是晚了一步。温贵殿下，公主呢？公主休息了。我要见见。公主今天谁都不见。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，今天晚上必须要见她。你在这守着。你看看你脸色，还这么难看。我就是一个将死之人，孩子没了，身体空了，什么心思都没了。别靠近我！解忧，你不能这样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以后怎么办？还有以后吗？以后，我本以为嫁给昆弥，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已经是命运的安排了。我认了，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在人前演戏，我演一个好公主，演一个好妻子。我想忘也忘不掉，想得到也得不到，我都忍了。上天突然给我一个孩子，我以为这是他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彻底斩断我跟你之间的所有。这孩子也没了，我突然有点读不懂上天的意思了。他是让我做好准备，失去所有吗？不是，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一直留在你身边，让我一直保护你。你保护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我，不要让吴尊对大汉的信任受损，也不要让我用自由换来的联盟破裂。你除了国家联盟，你能不能想想你自己？还能不能有点别的？没有了。没有别的了吗？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山盟海誓、儿女情长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走，你走。你的安全得不到保障，我哪儿也不会去。知道我的病为什么一直不好吗？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因为我咎由自取，我自作自受，我害死了我的孩子。这就是我不相信命运的恶果。你错了，这不是真正的原因。我前2日碰见了仙姑，她没有死，而且在她消失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她对你的病情一清二楚。当我正准备向她问个明白的时候，她却被人给杀了。这一切的种种，你的小产和你蹊跷的病，都让我怀疑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找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已经派人把这里围了，我要盘查你的随从，一个一个的问他们。不必了。为什么？要害我的人已经达到目的了，他就是要我的孩子死，要我死，让我万念俱灰。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这样违心的活着，我受够了。我现在就去找昆明，我告诉他一切，
我求他原谅我，我希望他能放过我。我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我的故乡。青，你别这样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。我受够了，你放开我！什么人在里面？拜见昆弥。温归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昆弥，王兄，我深夜来访是因为我在想，右夫人这身子怎么久治不愈？我担心是因为她初来乍到，不懂我乌孙的习俗，得罪了神明，所以我建议她尽早去祖陵拜神祈福。那你们吵什么呀？我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求神不如求己，我没什么要求的，我只想跟昆弥耍。听我说，我觉得温归说的对。这样吧，明天我跟温归去祖陵为你祈福。来，坐。你现在还需要好好休养，啊。温归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啊？那就明日见，告辞。阿才，昆弥，翁将军什么时候来的？温归将军刚来。昆弥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我回去了。昆弥，哎，昆弥，这前面不远就到了，要不你干脆先喝口水歇会儿，我去前面给你打个前站。哎，不用，难得有机会，咱们哥俩能有机会单独聊聊。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单独这么出来是什么时候吗？哎呀，我可不记得了，大概还是小时候吧。小时候了。对，我记得小时候的你啊，特别淘气，整天嚷嚷要跟我出去打猎，只要不带你去，你就黏在我屁股后面不放。要说起来，我这骑马射箭的功夫，可都还是王兄你教的。还是小时候好。小时候啊，你什么都愿意跟我说，可是现在当然不一样了。小时候我叫你哥哥，现在我叫你王兄。昆弥，对，是不一样了。我们都长大了嘛。可是再怎么样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公主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公主，那我也先告退了。
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王兄，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。一会儿出去再说吧。这些话还是比较适合在这里说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知道解忧他为什么会消沉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兄，你本来要逼解忧打掉孩子，后来汉军来了，你又答应把孩子留下。可是大渊一破，解忧便滑胎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是我亲手害他解忧滑胎？文贵不敢这么说。你当着山神和祖先的面当面污蔑我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文贵愚钝，很多事情看不清，也想不明白。我只想当着山神和祖先的面，听王兄亲口告诉我，解忧滑胎与你无关。好，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好。你爱不爱解忧？你别以为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若是在山神和祖先面前撒谎，我一样可以杀了你。我只想听实话。我爱她，解忧她美丽、善良、温柔、可爱。她对待身边每一个人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。不只是我，乌孙的所有子民，包括那些汉军的将士，没有人不爱她。这些都是王兄你可以见得到的。我倒是以为，王兄你不必有那么多担忧，因为不管谁爱她，在解忧的心里，却只爱一个人，那就是王兄你。他曾亲口跟我，也跟很多人说过，他来到乌孙，这里就是他的家，你就是他的家人。除此之外，不会再有别的。当着山神和祖先的面，我可以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想要害解忧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
解忧还是没动静。再等等吧。公贵殿下，这个时候，咱们最好还是不要进去。他怎么了？公主，就是他，是他往你药丸里下药的。西女。 我好心好意的收留你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问了也没用，他又开不了口。开不了口可以写字啊。算了，公主，我不是哑巴。 公主，我根本就不是哑巴。这么多年，我装聋作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查清当年细君公主真正的死因。细君公主，她是被人害死的。是，而且是中毒而亡。你怎么知道细君公主是被人毒死的？小女家族世代行医，我的爷爷韩青秋更是入宫做了太医。 这一点你们可以找医硕查证。到了我父亲，他更是4里8乡有名的郎中，所以我自幼就精通医术。那真若你所说，细君公主是被毒害而死的，当初为什么你不救她？起初，我并不知道细君公主是被人下毒所害，只是觉得死因蹊跷，我便藏在这王宫当中装聋作哑，好不让别人察觉到我。 这样我才发现了细君公主真正的死因。我自觉愧对于细君公主，才苦心钻研这解毒的方法，直到今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知道解毒的方法？是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和细君公主中的是同一种毒？公主，我且问你，你是不是每到日落的时候精神会好一些，而到次日的白天反而精神萎靡？ 你是不是到午时前后都会泛起一阵头晕？你是不是在喝完进补的汤药之后，反而会觉得口干舌燥、胃火虚旺？他全都说对了。下毒之人心思细腻，他知道药量小了毒不到，药量大了容易被人发现。他用了同一种手法，陷害了细君公主，现在又来害右夫人。照你所说，他下毒不止一次。 是，好比说，我要是一次下足了5头，公主定会小产，别人也容易察觉。如果说我这次下一些乌头，下次再下一些麝香，日积月累，公主定会小产，这样又不容易被人发觉。你知道下毒的人是谁吗？对不起，公主，我还没有查到真正的凶手。那就先别管凶手了，反正他肯定跑不了，先帮我们公主解毒吧。公主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 你们怎么在这偷听啊？风辽，先别说我们俩的事儿了，你现在抓紧时间安排西女为公主备药。怀将军，刚才我有一句话没说，
因为我不想让公主听见。什么话？这解药虽然平常，但是这药引子非一样东西不可。你但说无妨，不管是什么珍奇的东西，我都会想办法找到。这药引子是雪莲。雪莲？对。公主所中的毒不是一时一刻，而是多日累积。为了药效能够加倍，必须要有这个药引子。生血清毒，非乌孙的至宝雪莲不可。一连21日，每日一朵，毒性即可根除。我且先问你，方才你说那些话是否句句属实？好，这事儿简单。回头我派出所有手下，每天四处搜寻，采到送来便是。文贵，此事越多人知道，暴露的风险就会越大。明日一早，我亲自去你府上去。也好。就这么多，雪莲极为稀有，我会让手下继续寻找。好，有了。告辞。你醒过来了，我怎么睡着了呢？来，坐下，让我看看。你怎么睡这儿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我来看你，但发现你已经睡着了，所以我想啊，要等你醒过来。没想到我自己先睡着了。那你也不能睡在这儿啊。嗨，你今天气色不错，好点了吧？照顾我的事情交给阿彩他们就行了。上床。哎，不用了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说完我就走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小产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是因为前2天我跟温归去祭拜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质问我。我想，既然他都能想到，可能你曾经也会想过，只是没说出来。我是昆明的女人，对昆明，我就只有一个字：信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我也不想怀疑你。以前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我知道了。解忧公主，她怎么样了？吃了西女这么多天的解药，明显好多了。好，那就好。也算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公主说了，求你过去见一下。今天。今天。
今天我这儿我说温贵，平时不让你去见公主，你想尽一切办法过去。今天公主请你去，你倒推搡啊！我这不是还在等手下们找雪莲的消息吗？公主说了，有急事要见你。好，怀护卫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小吴，小吴，将军，将军，你怎么了？你说你这一天不吃东西，脸色特别差，是不是病了？不，给我背上马车，我要出去。将军，要不要先找太医过来看看啊？赶快去。喂，公主，温贵殿下到了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气色不错，看来西女这药还是有疗效。今天叫你来，是想好好谢谢你。这没来由的，谢我干嘛？这段时间我丢了孩子，情绪低迷，让所有人为我担心了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谢谢你和昆明去祖陵为我祈福，我现在真的平静很多。不用谢我，去祖陵是昆明的主意，我也不好对多，他说什么我做什么，如此而已。对了，昆明没跟你说他在祖陵跟我说了什么吗？说什么？啊，王兄问我是否爱你。你怎么回答的？我当着昆明的面，在祖宗神明面前起誓，我告诉他，我温贵这一辈子爱的女人很多，可是这中间没有你。你是他昆明的女人。回答得很好啊。我刘解忧真是有福气啊，遇到2个像你们这样的好男人，如此保护我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？还有什么理由不赶紧好起来呢？对啊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赶紧好起来？昆明对你这么好，这么保护你，你真应该好好的感谢他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放心，我会用一辈子好好感谢他的。那就好。哎呀，那我可算可以撇清关系了。看你们夫妻2人这么和睦，我这当兄弟的也放心了。我问你，温贵怎么会突然如此消瘦？回大陆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温贵殿下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
没有他的允许，谁也不能进。只知道他在里面喝闷酒，我们劝了很多次都没用，去叫太医他也不让。他最近可曾去过什么地方？大陆，快说，还想让我把你关起来啊？将军去了右夫人那里，回来之后就更加虚弱，心情就更不好。又是解忧，我就知道他们两个有事儿。乌孙国的左大将怎么如此消沉？既无战事，也无正事，我忙也没什么用。哼，战事正事，净捡好听的说。我看你心里只有情事。我是你爹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呀，就别再想着解忧了。你们不可能。解忧？谁说我在想解忧啊？好，你不想他就好。今天我就来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许再找他、见他。父亲啊，要真按你说的，我找也不敢找，见也不敢见，那不相当于跟全天下承认我温归心里有鬼吗？既然问心无愧，为什么不能找他见他？难道你没有看出来，昆弥是越来越喜欢解忧了？解忧是昆弥的右夫人，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昆弥喜欢她也理所当然。如果原来昆弥只把解忧当成一个和亲公主、政治筹码来说，那你跟她走得近一些也没有关系。可是现在，昆弥已经把解忧当作是夫人、爱人，甚至是知己了，就不行了。我们都是男人，你应该懂得，一个男人心爱的女人，别人不要说碰一下，就是看她一眼，也会心痛的。是，我明白，会心痛，确实会心痛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想让温归忘了解忧，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他马上成亲。昆弥，老臣有罪。相国何出此言？老臣平时只注重了政务，却忽略了治家，这才让温归越来越不知道轻重，一次次的冒犯昆弥。温归既是您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兄弟，要说疏离治家，姑也一样，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哪有哥哥跟弟弟计较的道理啊？昆弥有王者的胸襟气量，可以包容温归的过失，可是我岂能任他这样胡作非为？我已经把他禁足在家，让他好好反省，顶撞昆弥的过失。那有什么用？恐怕他下次见了我，还会那么说。昆弥息怒，要我看，温归少年气性，都是因为他不肯娶亲成家，一直放荡自己。多一份约束，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整日的任性妄为了。你是说，给温归成家？
是啊，还请昆弥定夺。好啊，这是好事啊。这成婚之后，他就应该知道夫妻之道。那到时候，温归乃是王子，此事万万不能草率。咱们一定要给他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。老相公，这样，您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咱们一定要给他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这样的话，对他也好，对国家也好。啊，喂。你说要温归尽快成亲，那昆弥的意思如何？昆弥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只是嘱咐务必要找到合适的女人。那你就说说，你心中最合适的人选是谁？我怎么敢自作主张呢？这不是来请示太后了吗？好了。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。凭你大陆的机智，你心里能没有人选？说吧，说出来我听听。若要合适，我便向昆弥进言。太后才真是智慧过人，那老臣不敢隐瞒了。母后，您说什么？您让温归和谁成亲？就是常山西侯的妹妹阿依娜。母后，这是您的意思，还是大陆的意思？您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可是个滑头啊！阿依娜确实是大陆跟我提出来的，但是我听他细说缘由，也觉得很有道理。常山西侯和温归政见不合啊，在朝堂上都吵过多少次了，为什么偏偏要选他的妹妹呢？这是何道理啊？常山西侯和温归确实是不和，所以才分出了亲汉派、亲匈奴派。你说这乌孙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再这么分帮结派，怎么得了？如果温归能娶了阿依娜，他们做了亲家，这派系自然就不存在了。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同意大陆说的。这要真像大陆所说的，那也是件好事。希望他这回是真的忧国忧民。侯爷，侯爷，昆弥来了。昆弥来了啊！快，给我更衣！哎，不用更衣了，传便府来见吧。昆弥大驾光临，小侯有失远迎，还请昆弥恕罪。哎，都起来吧。昆弥，什么事儿还劳驾您亲自过来？您有什么吩咐，招呼我一声就行。哎，不是什么公事儿，是有一些私事儿聊。来，坐下说。什么私事儿啊？哎，怎么没见你们家妹妹阿依娜？哦，时候不早了，应该睡了。不，我这……哎，不用。阿依娜今年多大了？16了。16，那是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。昆弥莫非？我有意想跟你妹妹说一桩亲事。小侯真是受宠若惊。你说阿依娜怎么会有这样的福气呢？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哎，你这是过谦了啊！平时你为了乌孙东奔西跑，斡旋于匈奴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哎，这些都是小侯应该做的，只是不知道昆弥想把阿依娜许配给谁呀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她。是，我跟太后啊，打算把她许配给温归。
文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左大将文武双全，又是您的弟弟，肯定好。只不过，昆明你也知道，我跟文圭大将有那么一点点误会，我就担心阿依娜。哎，你呀，不了解文圭。文圭对女人比对我这个哥哥还好，绝对不会亏待阿依娜。再说，有我给你做担保，你怕什么？是，小侯还信不过昆明嘛，我就是担心阿依娜的。你不会是觉得我弟弟配不上你妹妹吧？不会，能攀上文圭大将，那是阿依娜的福气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啊，选个吉利日子，我呀亲自为他们主婚。谢昆明。我不干！娶亲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问都不问我一声就决定了？问你有用吗？你会为你的前程打算？你会为家族的命运打算吗？我不管，我不娶。要娶我也不会娶常山西侯的妹妹。那你打算娶谁？你不会告诉我？你做梦都想娶解忧！我告诉你，我处心积虑安排了这桩婚事。你娶了阿依娜，你就不再是什么亲汉派，昆弥就会放下对你的戒心。你韬光养晦，将来一定会有机会。有机会干嘛？有机会当昆弥是吧？我不当。这个昆弥你想当自己去当，这个阿依娜要娶你自己娶，我不娶。混账！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？这件事是太后和昆弥亲自定下来的，更是昆弥亲自到常山西侯那里给你定的亲，已经更改不了了。我好歹也是堂堂的乌孙左大将，我连自己要娶谁都不能说了算，还要别人来给我定。左大将怎么了？左大将就想娶谁就能娶谁了？你看看，君须弥，他都当了昆弥，还不是被逼着娶那2个和亲公主？你以为他愿意娶吗？阿依娜，这个姑娘性格温顺，起码不会给你惹麻烦，要比胡姑强多了。我不认这门亲。阿依娜是天仙，我也不认这门亲。要女人，我在妓院里面有的是。你还敢提妓院？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？原来一个铁打的汉子，现在面黄肌瘦，成了病老鬼。我让你成亲，不光是为了家族，更是害怕你堕落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不跟你争，反正我不娶这个老婆，我回床上睡觉去了。在梦里娶个亲，也算是随了你的愿了。你，文圭，我告诉你，这桩婚事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阿才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有什么事儿让我来吗？你再躺一会儿。吃了西女的药，真是感觉好多了。出来走走。看来西女这药还真是厉害，大概再吃上20天就能痊愈了。一开始西女跟我说这是用雪莲做的药引子，当时还有点不信。可是这一天天的过去了，身体真的好多了。雪莲药效自然神奇。只是眼下既非寒冬，雪莲又甚为罕见。等我什么时候痊愈了，一定要去谢谢她。你可是乌孙的右夫人，身体有恙，找一味药材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公主，参见公主。公主，你们俩现在还真是出双入对啊！啊，公主，你这开什么玩笑呢？我是来看望你，他非跟着我。谁跟着你了？我特意来看公主的。哎，给你拿些人参补补身子。哎，公主，你看起来这气色好多了。吃了西女的药，确实感觉好了很多。我们刚才还在说公主就快痊愈了呢。怀大哥，最近有没有温归的消息啊？前几天还吵成那样，今天就惦记了。只是前2次见他，我感觉他脸色非常不好，好像身体出了一些状况。啊，公主，我这几天去取药引子，倒没有发现什么。只是今天他又被大陆给禁足了，我估计现在还没被放出来呢。温归这个人，谁管得住他呀？公主，你要不放心，我帮你去打听一下吧。哎，你一个女人，你打听人家起居像什么话呀？哼，公主，还是我去吧。不管温归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平心而论，每当公主有难，温归都能够挺身而出。我们不能全怪他。那有劳怀大哥了。那我去了。哎，我也去。哎，说了没你事儿，你坐下陪公主。